大家好，中国电影史上最高票房的电影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带着满满国家祝福的《战狼2》。那么第二票房又是哪部电影呢？欢迎您在评论区中写下自己心中的答案，一同来见证和对照一下吧。为什么今天我会提到这部史上票房排名第2的电影呢？因为他的一位演员因着他的爆红而再次让吃瓜的群众亲眼见证了一回从38线的底层搭火箭直上顶流的人间的传奇。有对比总有伤害，在我们看着赵丽颖、王一博靠着年复一年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的打拼出了自己的天地，登上了顶流的巅峰，并为他们的励志和血汗喝彩加油感慨万千的时候，我们可能都不约而同的忽略了那个造神的资本，他同样也可以轻松的用金钱搭建起一步登天的阶梯，把自己所中意的关系户捧上了天。所以无论您热爱任何一位靠双手、靠自己、靠汗水徒手攀登出无限风景的大明星，并相当敬重他们的积极人生态度和励志人生，请特别留意，他们不仅在突破自己的瓶颈，也是在突破着外界的束缚。而这些束缚就包括了许多资源上的不公和竞争上的不公。他们急需您的扶持、热爱和鼓励。赵丽颖就是这么一个需要自强自立、不断攀登、不断进取才能不被淘汰的草根明星。您的鼓励、您的点赞几乎天天都不能少。2021年6月30号，有网友在社交平台上爆料说，张小斐的团队因为临时加拍，导致北电自掏腰包的学生剧组被迫停工，并浪费了整整4小时的宝贵时间。结果呢，祸不单行的是，因为贪便宜没签合约的自身原因，这些学生们自己凑钱缴纳出的2-3万的场地费直接泡汤了。北电的学生们因此群情汹涌，直接曝光了这件事，箭头直指张小斐。那么这个张小斐何许人也呢？原来这个今年35岁的张小斐居然还是北电的自家人，而且还是2009届的大师姐。那么为什么自家人非要跟自家人过不去呢？其实这个张小斐也是挺冤的，明明胳膊扭不过大腿的小师弟小师妹们，就是因为没有能力直接去挑战叫板张小斐背后的资本，所以只能找大师姐吐吐槽喊喊冤了。然而然并卵的是，制片方很快就开列出了大条的道理，让学生们顿时语塞了，相信很快就能不了了之了。这件事其实真的是属于屁大的事，却又凸显了冰山的一角，那就是资本的力量无处不在，也无所不能。这件事如果发生在了赵丽颖的身上，那么您懂的，妥妥耍大牌的抹黑旋风，会不会把原本就娇小的赵丽颖再次卷走了呢？真的是不知道。因此这个最新热辣的张小斐事件，至少可以反映出国内影视圈的3个真相。第一，再厉害的人没有跟厉害的资本搭上关系，都只是18线或者38线的命。要知道当年的张小斐可是杨幂、袁姗姗的同班同学，而且还是专业成绩方面妥妥的第1名，是正经八百毫无水分的学霸。结果呢，毕业后便进入了头衔滞散的人生混沌，以及毫无头绪的摸索状态。这就是内娱圈的真相，也就是说，一个人自身的能力、潜质和才华，跟成功的关系和顶流的身份，几乎没有任何直接或者成正比的关系，有也只是后期的修饰和人为的操作罢了。例如，不少当红炸子鸡都是爆红后立马就树立起了无敌的学霸人设，其实都是虚荣心惹的祸。包括高考数学成绩才23分的学霸马嘉祺，以及高考数学成绩才19分的
学霸翟天临，个个都是成名之后立马翻身，成为了学霸的样板。所以说，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呢？其实答案是明显的，没有资本，学霸就等于零蛋；有了资本，零蛋就等于学霸。第二，回到我最初的问题，中国史上票房排名第2的电影是哪一部呢？如果您知道，请大声地说出来，因为说出来后，您才会发现，哦，原来这个张小斐在里面，而且还是那个担纲催泪的女主。这部今年年初上画的电影，从杀青到上画，足足等待了1整年，可谓吊足了观众的胃口。它就是疫情过后第2个掀起收视狂潮的《你好，李焕英》，它既是第3部史上突破50亿票房的制作，也是史上最快突破50亿票房的影片。资本的操作和背后的造浪相当的典型。该片和排名票房第1的《战狼2》不同，后者开创了当代国产军事大片的先河，所以国家资源的影子到处都是。而前者则是对那个颇具争议的年代一种最高的致敬，他邀请观众一同走进了那个主旋律唱响的集体回忆和时代的共鸣。如果说《战狼2》是国家实力的崛起和彰显，那么李焕英就是国家精神的缅怀和肯定。所以站在国家层面，他们都是能量满满的时代证据。因此演而优则导的贾玲为这部自导自演的导演处女作打了足足的99分。这份自信哪儿来的呢？应该不言而喻了吧。如果您看过这部影片，就烦请您也来打打分，看看您心里面会给多少分呢？第三，演艺圈的资本是世界上最善变、最懂得专营的存在，因为投入和产出回报相当的惊人。这部时代的回忆李焕英大火之后，女主张小斐注定也将会成为各路奖项的宠儿。不出意外的话，她将收获2021年所有电影节的影后宝座，顺手拿下一座金鸡奖摆在家里看门口。以后她的江湖地位算是妥妥的上了锁了。顺便一提的是，天王刘德华人红40年，贾玲则仰慕刘德华也有20多年了，他们都有着那个黄金时代的深刻的烙印。因此有意思的是，因为贾玲这层关系，张小斐必须叫华仔一声姐夫。正所谓风水时时轮流转，风流人物大团圆。跟李焕英的剧情一样，都是那么的让人感慨万千。说到这儿，您会不会再次体验了一把资本的威力以及演员的宿命呢？如果您感觉是的话，就烦请您在评论区中写下太黑这2个字。不同意的话，请回复胡扯这2个字。无论您的答案如何，您的回帖都是对我的最大的肯定，非常的感谢。最后，或许您还会问上一句，学霸成名都这么难，那么学历低下的赵丽颖怎么就能打拼出来呢？我想说的是，她和她的道路还真的是不同。赵丽颖这条如假包换的劳模路，学霸再聪明也不会想走。要知道7年草根一路群演，这不明明是在埋汰学霸吗？中国从来就不缺乏眼高手低的人，厉害的人没有几个真的肯去放下自己的身段，从流水线工人或者搬砖的小工开始做起。所以这个赵丽颖就是个异类的存在，所以她所遭受的苦难和苦难中磨砺出来的斗志，都是别人完全想不到的。所以我特别感慨，赵丽颖一直都在自我鞭策、自我激励的那句话，也就是说，指望某天傍上大树，不如自己变成大树。如果您实在认同这句话，不妨在评论区中重复写下这句话，鼓励一下自己，也鼓励一下别人。跟赵丽颖一样，既照亮了自己，也温暖了别人。
所以，无论您佩服赵丽颖，或者看好王一博，或者一直都在祝福那些靠自己开创出头顶一片天的真汉子或者女汉子，都欢迎您认真的点个赞、鼓个励、加个油或者喝个彩，因为您的所有爱心、鼓励和支持都能化成为力量。这种力量不仅会为您带来鼓励，同样也会为您所喜欢的人带来祝福。同样，我也欢迎您点赞、鼓励、订阅和支持本频道，因为这里总有最随性的想法、最特别的视角、最细腻的感动以及最温暖的祝福。多谢您的时间、鼓励和参与。